大家好，我是Roy。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下做 AI 应用绕不开的三个概念 ：RAG、Function Call 和 Agent。这三个词你可能都听过，但它们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区别？这期我们把它讲清楚。当然不只是理论，视频结尾我们会用一个 demo 项目实际跑一遍。OK， 我们先从 RAG 开始。不过在聊 RAG 之前，先把大模型本身说清楚，因为后面所有的概念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里说的大模型指的是文本大模型。它的本质非常简单，给它一段文本，它预测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然后一个词一个词的输出，最终形成一段回答。大模型内部是怎么实现的，我们不需要关心，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文本进，文本出，把它当成一个黑盒就够了。比如我们问他你是谁，他会回答我是一个大语言模型，由海量文本训练而来，输入的是文字，输出的也是文字，就这么简单。虽然大模型学了海量知识，但有一类问题它一定答不上来，私域信息。比如问他我们公司的请假流程是什么，他不知道你在哪家公司，自然答不上来。其实方法很直接，把请假制度放到提示词里，大模型不就能回答了吗？这个思路就是 RAG 的核心，检索、增强、生成。但问题是公司文档这么多，不可能每次都手动复制粘贴，我们需要一套机制，自动找到相关内容，塞进提示词。怎么找呢？主要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关键词搜索，速度快，简单直接，但指人字面，你搜请假，它找不到休假，同义词都会漏掉。第二种是向量搜索，用 embedding 模型把文字转成向量来做语义匹配，休假、年假、病假这些意思相近的都能找到，代价是需要一个 embedding 的模型。第三种是混合搜索，把前2种结合起来，精确的找得到，语义相近的也找得到，效果最好。实际项目里一般推荐这种。那向量搜索是怎么做到语义匹配的呢？我们先搞清楚一个基础概念，什么是向量？听起来有点数学，但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描述一个人可以用3个数字，年龄、身高、体重，把这3个数字放在一起，25、175、70，这就是这个人的向量。本质上，向量就是用一组数字来描述一个事物，每个数字代表一个维度，所有维度合在一起就确定了这个事物在空间中的位置。描述一个人用3个维度就够了，但描述一段文字的语义就远远不够了，我们需要几百甚至几千个维度才能把语义表达清楚。维度越多，描述越精细。文本向量通常有1536个维度，每个数字捕捉文本的一种语义特征。这1536个维度分别代表什么？我不知道，是模型训练时自动学出来的，可能是和动物相关、情感、话题，人类是没办法直接解读的，但没关系，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只需要记住一点，语义越相近的文本，转出来的向量也越接近。那谁来把文字转成向量呢？这就是 embedding 模型做的事。它只做一件事，文字进去，一组数字出来。比如我喜欢猫这句话，经过 embedding 模型处理，就变成了 0.82、0.14、0.56 等等，共1536个数字。常用的模型有 OpenAI 的 Text Embedding 3。Embedding 的模型很多，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必须用同一个模型，存文档时用哪个模型，查询时也必须用哪一个。不同的模型向量空间不一样，混用了结果就没有意义了。好，现在每段文字都有了自己的向量，也就是在语义空间里有了自己的坐标。我们看左边几个例子，猫和小猫咪转出来的数字非常接近，狗和汪星人也是，而股票涨了跟它们差得很远。右边这张图把它画出来了，语义相近的词在空间里聚在一起，语义不相关的跑到很远的地方。衡量相似度最常用的方式是余弦相似度，看的是2个向量之间的夹角，夹角越小说明方向越一致，语义越相近，跟向量的长度没关系，只看方向。有了向量，检索就很简单了。用户问公司请假流程是什么，先把这个问题也转成向量，然后和知识库里所有的向量计算相似度，相似度最高的排在前面。可以看到请假制度相关的内容相似度是 0.96 和 0.91， 财务报销流程跟请假没有关系，相似度只有 0.12， 过滤掉，把 Top K 的结果塞进提示词，交给大模型生成回答，这就是完整的 RAG 流程。OK， 我们来回顾一下 RAG 的完整架构。整个流程分2条线，离线部分提前做好，把文档切成小段转成向量，存进向量数据库，这步只需要做1次。在线部分在用户提问时实时触发，问题转成向量，检索最相关的片段，拼进提示词，交给大模型生成回答。核心就一句话，把大模型不知道的内容在提问时自动找出来塞进去，大模型本身没有任何变化。OK， 我们接下来聊Function Call。
还是回到大模型的本质，文本进文本出，它只能处理训练时见过的知识，拿不到实时信息。比如问他杭州现在天气怎么样，他答不上来， IIG 也解决不了。 IIG 检索的是提前准备好的文档，但天气是实时变化的，没办法提前存进去。我们来看Function Call的完整过程。第一轮输入给大模型的不只是用户问题，还包括一份工具列表，告诉他现在有哪些工具可以用。这里定义了一个 getWeather 的函数，接受城市名作为参数。大模型判断这个问题需要查天气，于是输出一段 JSON。注意，这里输出的本质还是文本，只是格式是我们约定好的。告诉外部系统调用 getWeather， 城市是杭州，外部系统解析这段 JSON， 真正去调用天气接口。第二轮接口返回结果，杭州今日晴，23度，回传给大模型，大模型再生成最终答案。整个过程，大模型始终只做文本进文本出这一件事。Function Call本质上是给大模型装了一双手，但手不是他自己的，是他发出的指令，外部系统帮他执行。这张图是完整的Function Call链路，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核心记住一句话，大模型只负责决定调用什么，传什么参数，真正执行的是外部系统。OK， 讲完Function Call，我们自然引出 Agent。Function Call 解决的是单次调用，问题简单，一次搞定。但如果任务复杂，比如帮我规划杭州2日游，需要查天气、搜景点、查酒店、整合行程，一次调用根本不够。这时候谁来决定调用几次、调用什么、什么时候停？大模型自己决定，这就是 Agent。Agent 内部运行的是一套叫 React 的循环，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行动是调用对应的工具，观察读取工具返回的结果，更新记忆，把这轮结果记下来，带着新信息进入下一轮。每轮结束后，大模型自己判断任务完成了吗？完成了就输出最终回答，没完成就继续循环。OK， 概念部分讲完了，我们直接看实际效果。这里有个演示程序，分3个模块 ：IIG、Function Call 和 Agent。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先看 IIG。我们用虚构的公司和产品信息来去做演示。比如说，我们问漫步会议支持多少人同时在线，价格是多少？这里的话，我们提示词，比如说你是一个助手，请直接回答用户问题。我们调用的是一个质朴的一个 4.5L 的模型，模型会告诉我们无法提供漫步会议，因为它并不知道这个信息。OK， 那我们下一步。我们下一步的话，就会把这些构建向量的知识库，这些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些信息。知识库的这些内容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下一步查询向量，我们找到 Top 3的一个和这个漫步会议相关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把查到的这部分信息放到 System 这个 Prompt 里面，然后再去调用这个大模型。漫步会议支持最多500人同时在线会议，企业版价格为299新 GB。OK， 这时候呢，因为我们把这些信息加到了这个提示词里面，所以它可以准确回答。OK， 我们切到Function Call这个模块，我们问一下奥林匹斯城今天天气怎么样？这里我们准备了几个工具，最后大模型根据我们提供的工具来去回答出来奥林匹斯城今天天气情况。最后我们看一下 Agent 的演示，这次的问题就相对复杂了。问研发部和通信部一共多少人，每人发500新 GB， 年终奖需要多少钱？这个问题背后需要多步才能完成，先查研发部人数，再查通信部人数，然后加在一起，最后乘以500，算出总金额。单次Function Call搞不定，需要 Agent 自己拆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一步拿到了他的员工的人数，然后把这些消息发给大模型，然后大模型通过这个计算器来去算出来它的金额。算出它的金额之后，我们得到一个最终的。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简单回顾一下。IIG 是把大模型不知道的内容检索出来，塞进提示词。Function Call 是让大模型输出结构化的指令，由外部系统去执行。Agent 是让大模型自己决定调用几次，调用什么，直到任务完成。3个技术本质都没有改变大模型本身，改变的是我们怎么跟它协作。演示代码已经放到 GitHub 上了，地址在视频描述里，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跑一下。如果视频有帮助，欢迎点赞收藏。我是Roy，我们下期视频见。